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机场，偏偏是张仪能一次又一次拿到世界第一？不是因为它大，也不是因为它新，而是因为它把一件所有机场都忽略的事儿做到了极致。它从一开始就不是把你当旅客，而是当人。很多人对机场的印象是什么？排队、赶时间、焦虑、又冷又吵。可你一到张仪，就会发现不对劲儿。你明明是要坐飞机，却忍不住慢下来。甚至有人说，来新加坡最舍不得离开的地方，不是景点，是机场。今天这条视频，我就跟你讲清楚，张仪机场那些真正世界第一的项目，到底赢在哪儿？先给你一个总观点，张仪所有厉害的地方，都围绕一个核心：减少你的压力，尊重你的时间，照顾你的情绪。不是炫技，是人性。我们先从最有名的说起，星耀张仪那个巨大的室内瀑布。很多人只知道它好看，却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机场。这个雨漩涡是目前全球最高的室内瀑布之一，但重点不是高，而是情绪管理。长途飞行前，人最容易烦躁，而自然元素、水声、绿植、光线是被心理学反复验证过的减压工具。张仪把商场和森林塞进机场，不是为了拍照，是为了让你在出发前先把情绪放松下来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在张仪，你很少看到那种歇斯底里的旅客？这不是运气，是设计。再讲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世界第一，张仪是全球最早一批大规模引入自助值机和自助托运的机场之一。注意，是大规模，不是做样子。你在这里几分钟就能完成原本要排半小时的流程。为什么这件事儿这么重要？因为对旅客来说，真正焦虑的不是飞行，是不确定感。我会不会误机？队伍会不会太长？张仪用自动化把不确定变成可预期，而且他们不是把机器一放就完事儿。你会发现每一台机器旁边都站着工作人员，不是为了盯你，是随时救场。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，科技是为了服务人，不是取代人。接下来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首创。张仪是世界上最早在机场内设置蝴蝶园的机场，不是摆几只模型，是活的。你可能会问，这有什么用？用处太大了。长途转机的旅客，尤其是小孩和老人，很容易疲惫和烦躁。真实的自然环境会让人的心率下降，注意力恢复。这不是浪漫，是医学结论。很多机场后来也学张仪，搞花园，搞绿植。但你仔细看，只有张仪是把它当基础设施，而不是装饰。还有一个点很少被拿出来讲，张仪在行李系统上的投入几乎是全球天花板级别。它的行李处理系统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分拣，并且错误率极低。你可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，但放在全球范围，这是极难的技术活。很多机场最大的问题不是航班延误，是行李丢失。张仪很清楚，一件丢失的行李能毁掉你整个旅行，所以他们宁愿在你看不见的地方花最多的钱。真正的世界第一，往往藏在你感觉不到的地方。再说一个让我个人印象很深的细节，张仪机场的休息区、儿童区，甚至睡眠区，全部是免费开放的。你不需要消费，也不会被赶走。这个设计在商业逻辑上是吃亏的，但张仪选择相信一件事：当你被善待，你会愿意留下来，愿意消费。这是一种长期主义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在张仪买东西不痛苦，等飞机不痛苦，连转机都不痛苦。最后我想讲一个总结，张仪机场之所以能一直是世界第一，不是因为它有多少罪，而是因为它从来不把旅客当流量，而是当真实存在的人。它关心你的脚累不累，心急不急，时间值不值钱。如果你下次再来张仪，不妨留意这些细节。你会发现，一个真正顶级的地方，从来不是让你惊叹，而是让你舒服。我也想问你一句，你去过的机场里，哪一个让你真的放松过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如果你觉得有用，请点赞订阅阿林的新加坡，并打开小铃铛。我是阿林，我们下期见。